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血管堵塞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是日积月累的。血管堵塞的危害很大，很容易引起脑梗、中风等疾病，所以平时要预防血管堵塞。木子建议大家尽量少喝这3种水，血管会感谢你哦。第一种是饮料，那现在的饮料种类真是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很多人呢都喜欢喝，但饮料中含有很多的糖分和添加剂，如果长期喝的话，就可能会影响血管健康，导致血管堵塞，增加患脑梗几率。第二个是酒水，喝酒已经成为现在的常态了，酒中含有酒精，如果总是大量喝的话，很容易加速血管病变，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健康十分不利。第三个是浓茶，经常喝茶是有很好的养生作用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喝浓茶，因为浓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，长期喝会刺激心血管，对心脏和血管都有害，也容易增加患脑梗几率。所以为了血管健康，这3种水就不要喝了。平时要多喝温开水，也可以在水中加点黄苦荞。黄苦荞是粗粮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具有软化血管、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，可以保护血管健康。男人寿命长不长，看脚就知道。若这些表现你全有，那就恭喜了。表现1：脚部温暖。男性朋友如果双脚经常是温暖，而且皮肤比较光滑的，这说明体内阳气是比较充足的，这样的人寿命相对来说也会更长一些。但如果脚部出现冰凉、干燥、脱皮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了，需要及时的调理身体。表现2：脚指甲红润。指甲和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身体出现问题，那么也很容易影响到指甲。男性朋友如果脚指甲是红润有光泽的，那么说明体内的血液循环很畅通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但如果脚指甲出现变白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液循环比较差的表现，若不及时的调理，会对寿命造成影响。第3，脚趾头没肿大。男性朋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脚趾，如果还是比较纤细，脚趾头没有出现肥大的情况，说明肺脏和肝脏的代谢功能都还很好，这样身体相对来说也会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一些。那男性朋友上面这3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，长寿离你也更近了一步，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。如果每天睡觉前都能坚持用热水泡泡脚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，调节内分泌，对身体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是泡脚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3个误区要避免。误区1：泡脚时间长。很多人认为泡脚时间越长，养生效果越好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泡脚时间长了，容易使双脚局部血液循环长时间的过快，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泡脚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。误区2：吃完饭马上泡脚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所以喜欢在吃完饭泡脚。如果吃完饭马上泡脚，会影响胃部血液的供给，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等问题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以后再泡脚比较好。误区3：泡脚水温过高。很多人泡脚时不注意水温，认为水温越高越舒服。如果这样，很容易烫伤脚部皮肤，使血管过度扩张，对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大家泡脚时水温最好控制在50度以下。泡脚并不是随便泡泡的，如果方法不对，泡了也等于白泡，而且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泡脚的时候要多注意，只有正确的泡脚方法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。红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瓜，很多人喜欢吃，烤着吃、蒸着吃都很好吃，而且红薯含有很多的营养，经常吃可能会收获3个好处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好处1：减肥，预防便秘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它的热量和脂肪都很低，经常吃可以预防便秘，而且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。好处2：增强免疫力。红薯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还有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好处3：保护心血管。红薯中含有的钾元素、叶酸以及维生素都有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
红薯虽然好，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。下面的这2种人建议就不要吃了。第一个，有胃溃疡的人，因为红薯中含有一种氧化酶，会在人的肠道里产生二氧化碳，吃多了会出现腹胀、打嗝的情况，所以胃溃疡的人不宜食用。第二个，空腹的人，如果空腹吃红薯，很容易产生大量的胃酸，刺激胃黏膜，对肠胃健康不利，所以建议空腹时也不要吃红薯。甲状腺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，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，日常生活中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甘油三酯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物质，如果甘油三酯偏高，很可能会使血管堵塞，导致多种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注意，平时记住多做2件事。第一，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如果每天坚持运动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，对甘油三酯的排出有很大帮助，而且还能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。第二，多喝水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多喝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。所以甘油三酯偏高的人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这样可以让血管更干净健康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除了多做上面这2件事外，还要少吃1种食物，高糖食物。高糖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而糖分会在肝脏中转化为甘油三酯，容易导致甘油三酯升高。比如我们平时吃的饼干、蛋糕、各种饮料等，都属于高糖食物，所以应该少吃这类食物。甘油三酯偏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做好上面这3件事，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堵塞，稳定血脂，对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含量也大有帮助。难熬的3伏天过去了，但是迎来的却是最凶险的34天，因为出伏后天气逐渐转凉，昼夜温差大。那俗话说，早上凉飕飕，中午热死牛，这样的天气最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要及时做好预防工作。首先做好2防。第一，防秋乏。秋乏相信大家都听过吧，一到了秋天，很多人会感觉到浑身疲乏，整个人没有精神，浑身泛懒，所以大家这时就要做好防秋乏的工作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，勤加锻炼，早晚出去跑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等。第二，防肺燥。秋天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肺火旺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应该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食物，避免肺燥伤害身体。比如多吃一些银耳、百合、莲子等，对肺部有保护作用。那中老年人除了上面预防2件事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酸味食物，比如葡萄、柠檬、柚子等。酸味食物有开胃健脾的作用，对补肺气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碱性食物，比如蔬菜类、发过芽的豆类等。秋天多吃碱性食物，可以中和肌肉产生的酸性物质，对缓解疲劳有很大的帮助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大脑反应慢，记性差，每天做2个小动作，大脑越来越灵活。动作1，摇头晃脑。这个动作站着坐着都能做，将我们的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，每次摇晃2到3分钟。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向脑部供血的管道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加脑部供血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锻炼手指。
通过锻炼手指可以帮助刺激大脑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方法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拳，手掌心面向自己，然后将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的小拇指一起伸出收回，再将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大拇指一起伸出收回。这样反复练习2到3分钟，可以逐渐的加快速度。这样锻炼双手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，让大脑越来越灵活。上面这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大家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运动，多喝水。运动可以刺激大脑皮层活动，有很好的健脑作用。而多喝水可以帮助延缓衰老，对大脑也有一定好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